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侯明昊碧血禅，男扮女装的邪教长老，颠覆古装男主。当别的古装男主还在演高冷侠客、拯救苍生的时候，侯明昊在碧血禅里做了什么？他演了一个邪教长老，身患血亏正命不久矣，会缩骨功会易容术。为查案还能无缝切换成妩媚红衣女子男扮女装，深入虎穴。这哪是古装男主？这分明是把传统男主的光伪证人设案在地上摩擦。一个长生宫余孽，一个朝廷暗探，一个江湖纨绔，三个本该互相捅刀子的角色，被迫组队查案。侯明昊饰演的杨无间，表面是技艺高超的红衣易容师，实际是当年长生宫的关水长老，判词8个字：笑将残命仇知己。这哪是男主？这分明是美强惨本惨。问题来了，这是演员的自我突破，还是古装剧人设的彻底颠覆？身份破格，邪教余孽当男主。以前古装剧的男主是什么配置？要么是心怀天下的正派大侠，要么是隐忍复仇的落难公子，再不然就是天生神力的草根逆袭。底色的是正的，出身的是干净的，身世可以惨，但道德立场不能歪。杨无间直接掀了这张桌子。长生宫是什么地方？江湖上人尽皆知的邪教，拿活人炼丹的那种。杨无间作为长生宫的三公主，光是这个出身就自带原罪。她不是什么卧底，不是被逼无奈加入的可怜人，她就是长生宫的长老本人。这个设定放在任何一部古装剧里都足够炸裂，但妙就妙在剧集并没有把她塑造成纯粹的恶人。杨无间踏入江湖，是为了洗清师门冤屈。他身患血亏正，每动一次内力就耗一次命，注定活不过42岁。为了救伙伴，不惜为其洗血丹，代价是加速消耗自己的生命。这种角色底色，比传统伪光正男主多了一层道德灰度。他是邪教余孽，可他也在黑暗中拼命挣扎，试图守住自己心中的那点光。这种设定带来的剧情张力是几何级的。他与沈清时的关系就是最好的例子。沈清时是朝廷昭明司暗探，可他小时候正是被长生宫抓去当药引的那个幸存者，被灌入大量毒药导致丧失情感。杨无间是长生宫的人，沈清时是长生宫的受害者，两个人本该是死敌，却要组队查案。当各自的真实身份摊牌的那一刻，他们还能不能是彼此的知己？这种双卧底式的身份困境，让整部剧的情感线从一开始就埋着雷。身体破格，血亏正与美强惨的极致。杨无间这个角色身上贴着2个标签：疯批、病娇。血亏正的设定让他的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金刚不坏、战力天花板，而是带着脆弱感的强。他每一次用内力都是在烧自己的命。这种用命换输出的设定，让观众在看他打戏的时候，产生的不是好帅好强的爽感，而是别打了命要紧的揪心。这恰恰是美强惨叙事的精髓。观众之所以对这类角色产生强烈的共情，不是因为角色有多强大，而是因为角色明明可以示弱，可以放弃，却偏要以命相搏。他的每一次出手都是对命运的对抗。侯明昊在杀青长文中形容杨无间具有轻盈的沉重感，骨子里的血性为守护信念可以以命相搏。这种角色弧光远比一个天下无敌的男主更戳人。而且杨无间的脆弱不是装出来的，他依赖药物维持身体，缩骨功和易容术虽然厉害，但每一次使用都在透支生命。这种能力越强，死得越快的设定，让他的每一次查案，每一次打斗，都带着一种末日将至的悲壮感。性别破格，男扮女装不是噱头。碧血禅最出圈的一个标签，
就是侯明昊男扮女装。在首播角色剧照曝光后，评论区直接炸了，有观众调侃别的古装剧男主靠高冷圈粉，侯明昊这次是靠扮女人出圈的。剧中的杨无坚掌握缩骨功，能随时切换男女身份，查案时以红衣姑娘的形象示人，甚至连戏里的周怀都对他产生了爱慕之情。当然，周怀不知道这位红衣姑娘其实是个男的。这种设定放在古装剧里确实罕见，但更重要的是，男扮女装在《碧血蝉》里不是噱头，而是服务于剧情和人物塑造的。从功能层面看，易容术是杨无坚查案的核心工具，它需要潜入不同的场景，接触不同的人物，性别转换本身就是一种伪装手段。从角色塑造层面看，能够自如切换性别身份，恰恰呼应了杨无坚亦正亦邪、游走于正邪边缘的人物底色。他本来就不是一个能被简单定义的人，身份是模糊的，立场是暧昧的，连性别表征都可以是流动的。这种设定在某种程度上触碰了古装剧很少涉及的领域——性别表演。杨无坚穿红衣、戴金环，不查案的时候本身就带着一种雌雄莫辨的美感，他的疯批特质有一部分就来自这种性别模糊带来的不确定性。你永远不知道他下一秒会以什么面目出现。侯明昊的破圈与冒险。说到这，不得不提侯明昊本人的选择。回顾侯明昊以往的角色，护心中的玲珑天耀是美强惨的仙侠男主。少年白马醉春风中的百里东君是鲜衣怒马的少年侠客，一人之下中的王爷是痞帅通透的现代道士。这些角色虽然有差异，但整体上还在阳光少年或温柔男友的舒适区里打转。杨无坚这个角色是一次彻底的跳出舒适区，他要同时驾驭的东西太多了，邪魅、病弱、诡异、妩媚、深情、悲壮，这些状态在同一个角色身上来回切换，稍有不慎就会演成油腻或浮夸。侯明昊在剧中使用原声台词，打戏坚持亲自上阵苦练双刀。在云南香格里拉高海拔实景拍摄中，面对高原环境的考验也从未懈怠。从目前释出的物料来看，他的眼神戏从桀骜到破碎无缝切换，对角色层次感的把控获得了不少好评。但风险同样存在，观众对邪教主角可能存在道德洁癖。杨无坚的长生宫长老身份，会不会让部分观众觉得三观不正？男扮女装的设定，如果处理得不够细腻，会不会沦为仅仅为了博眼球的噱头？过度病娇的演绎，会不会招致娘化的批评？这些都是悬在侯明昊头上的问号。从市场角度看，古装剧的流量加小生模式已经高度饱和，想在同质化竞争中杀出重围，差异化是唯一的出路。杨无坚这个角色，给了侯明昊一个跳出古装俊朗少年标签的机会。红衣造型、男扮女装等视觉冲击本身就容易引发社交传播，如果剧集质量过硬，这大概率会成为他演艺生涯的一个转折点。观众买不买账？从近年古装剧的市场趋势来看，观众对反派底色主角的接受度确实在提高。苍兰诀中的东方青苍，身为魔尊却成了男主，靠三界最强的霸气和七情复苏的成长线收割了无数观众。星汉灿烂中的凌不疑，疯批复仇的设定同样让人欲罢不能。但杨无坚的邪教余孽身份比东方青苍的魔尊标签更极端。东方青苍是三界最强的爽感，而杨无坚是从头到尾带着罪的挣扎。中式克苏鲁这个标签是碧血蝉打出的另一张牌，活人炼丹，无蛇嫁衣鬼，阴宅灭门案，8个案子一个比一个诡异，所有案件都绕着一个核心转长生。
江湖传言前朝势力想靠一颗子虚乌有的丹药操控皇帝，但这颗药压根不是仙丹，是毒药。这种未知恐惧、宿命渺小的内核，加上东方江湖秘术和中式诡异传说，确实给古装探案剧提供了一个新的打开方式。但问题在于，观众买不买古装探案加双主角死亡的账？杨无坚与沈清时双双牺牲，唯有周怀幸存这种宿命般的悲剧结局，对习惯了大团圆的观众来说，会不会太虐了？2026年 Q4，爱奇艺独播40集，侯明昊、张文新、徐振轩三人行破命局。侯明昊这次的红衣疯批，到底是破局之战，还是冒险一搏？你觉得他能靠杨无坚这个角色杀出重围吗？